连续吃了3碗，也不是说很夸张的味道，只能说稍微没有那么咸。我想多吃几次，找寻真相，味道到底行不行？所以连续吃了3天不同的产品，分别吃了普通的金色贝汁拉面、特制的金色贝汁拉面、济州鸭肉面。你们想知道这个半生不熟的鸭肉有没有腥味吗？一会儿我来讲讲。这家店也基本是要排队40分钟起步。我第一天去还好，人没夸张的那么多。后2天去人特别多，但这店有个好处，中午晚上都能吃。如果是经常去日本吃顶级店的都知道，我指的顶级店是人气高、评分高的店，不限价格的。如果没订好的话，在那个时间点是特别尴尬的。晚上7点，基本去哪个好一点的店都不给吃，或者人家已经卖完了。当然，你如果路边随便找一个店的话，那另说。7点甚至8点多还没选好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店，很方便，JR福岛站走2分钟就到了。先说个结论，金色贝汁拉面盐度只比中国平均高1/4，算中国人能接受的盐度，也不算咸。鸭肉面有点咸，吃不了咸的千万别点，吃得了的也别点。先说鸭肉面的鸭肉，很惊奇的居然没有鸭骚味。我对鸭骚味很排斥，我在南京没找到一家烤鸭店鸭子没腥味的。具体一会儿等我最后测评，反正3碗面我都有讲到。他这个拉面很聪明，上个视频那家店也是一样的，忘记讲了。他先挂着沥水，然后再变成甩水，其他店其实可以借鉴一下。就这个师傅的动作，我感觉挺娴熟，比一般的要熟练很多。这家店也有我说的问题，小锅2次加热汤。他们这2家店不知道什么关系，产品倒是不一样，上一家好像是主打鸡汤面，这家店主打鸭肉面和贝汁拉面。贝汁拉面让我想到我们视频做过的东京第4拉面琥珀。如果你们晚上来的晚的话，基本都吃不到特制的限定了，只能吃普通版本的。普通版本的贝汁拉面我推荐，肯定比鸭肉面选择好。我视频后面会讲鸭肉面，我也吃鸭肉面了。叉烧我是加了的，大概是390日元。我还加了1碗叉烧饭。来日本吃拉面的话，我都建议你们加，因为价钱在日本来说比较划算，只要10几块人民币吧，好像。我看每桌日本小巧的女生也会加叉烧饭，因为属于比较划算的，人家这些东西也不单卖。叉烧很新鲜，很好吃，软嫩，没有猪夹气，味道就是大部分排名高的店都能做到的水平。这个面的颜色会比上个视频的深一点点，更劲道硬一些，肯定没有我们第一个大阪视频的面条好吃。单面条来说，笋子不错，不是臭的笋，是新鲜脆甜的笋，汁水也多。他们家的金色贝汁拉面的汤底很像琥珀的味道，又有点像金色不如归的柠檬汁还是柚子汁的感觉。你能很明显的吃到有水果的香味，它的汁还是跟汤分离的，吃着的味道比较明显，一点都不算咸，减少1/4的盐度就差不多是中国平均水平了。这个面条我是推荐你们来吃的，我后面又吃了3天，我也验证了一下我想的对不对。汤的味道还是丰富的，但是鲜美度肯定要差一点。叉烧我放下去热了以后，虽然不带粉色的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现在吃下来，感觉这家拉面比我在东京吃的那几家味道还要平衡一点。我现在基本吃盐拉面都不吃酱油的，
酱油拉面容易有点咸，还有股那种酱油味不太好闻。其实大体味道，这些名店的清汤面的汤味道都差不多，感觉配方都有点像，只是比谁的细节做得更没缺点。我现在主要总结了3个缺点：一就是别太咸，2就是鸡汤别有鸡焖味，3就是别有那种酱油的焖味。鸡汤的鸡温味有点像那种腌制过的鸡的味道。这个叉烧饭味道是好吃的，烟熏味重，基本都是瘦肉，也不肥也不柴，口感挺好的。只是我不记得是他们家的叉烧饭还是上一家的，吃到底会有点咸。这家店的汤还可以，我至少能喝完，应该是大阪唯一一家我喝完汤的拉面。现在去讲第2次吃的特制的贝汁拉面，就是多了北海道的扇贝。中午排队有点狠，大概也是1个多小时，但是能吃到限定版的。限定版的摆盘就更漂亮，我更推荐你们来吃限定版。先来吃一口看看叉烧加面的感觉，我吃了以后感觉也不咸，还可以。这个袋子比入路的好吃多了，一点腥味都没，里面是鲜甜的，还是不错的。这碗限定面集合了琥珀、入路、金色不如归3家店的优点，还是可以的。笋子也好吃，鲜甜脆，不像腌制过的那种。这块烤过的五花肉很香，入口即化，也不肥腻，挺好吃的。如果你是经常吃日本清汤面名店的，那味道可能不会有什么惊喜，只是相对来说毛病最少的一家。我现在第3天来吃鸭肉面，晚上7点来的，排队就比较夸张了。我本来计划是去吃大阪第5的那家，但是临时关门，那只能来这里了。我一般对日本的鸭肉不太抱期望的，琥珀池袋的那次给我是真的吃抑郁了。我也没搞懂怎么日本人对鸭肉那么执着。就这个鸭肉我仔细品了，一点腥味都没，血味都没。就上海面务清的鸭肉，就是烤过的那一部分，第一口没腥味，但是仔细品的话，腥味还是挺重的。鸭肉虽然没腥味，但是酱油汤底特别咸，根本吃不出任何味道了。我建议你们千万别吃，如果是吃这个鸭肉面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店挺难吃的。评分等级5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